这是一个全身开挂的男人，别看他蓬头垢面、吊儿郎当，但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王牌特工。男人名叫左汉，天生骨骼惊奇，参加拔河比赛，他肩上扛个美女，一个人轻轻松松拿下3个壮汉，就连公牛都得乖乖入坑。这次左汉的任务是抓捕敌国的头号间谍，他只身一人闯入大楼，一个漂亮的回旋踢瞬间干掉一个守卫，然后他脱掉长袍外衣，一记空中侧身飞脚，直接踹穿了水泥墙壁。被人用枪抵住后背，他光速转身，敌人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左汉一脚给嵌到墙内。可就算给你开枪的机会，也根本没用。第一枪他轻松闪过，第二枪他双指一夹，第三枪敌人直接打到了他脸上。解决掉所有守卫后，左汉终于找到了敌人的头目幻影。只见幻影倒挂在顶棚，看到左汉后，他直接破窗而逃。左汉见状，踩着狗头起跳，立刻追了出去。还没等落地，幻影就在对面发射了一枚火箭炮，左汉一个空翻，完美闪避。随后，幻影骑上一辆摩托艇飞驰而去，本以为逃出升天，谁知左汉竟然化身飞鱼紧随其后，仅仅摆臂5次，左汉就追了上来，一拳打爆引擎，幻影被甩到了水中。看来只能正面交锋。幻影举起一个手雷，拉掉拉环就丢了过去，也不知道他们从哪掏出了球拍，两人直接在水上来了一场乒乓球比赛。一声巨响过后，幻影钻出水面，看到左汉被炸的只剩下一条裤衩，幻影高兴的手舞足蹈，他终于干掉了这个多年的宿敌。难道主角就这么被炸死了吗？当然不会。此时的左汉正潜在水底，悄悄拿上准备好的行李，坐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。原来左汉虽然是一名顶级特工，但他却一直有一颗托尼老师的梦想。他曾和父母聊过此事，但却被父母无情的嘲笑了，因为在他的国家，理发师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职业。于是借着这次抓捕任务，左汉提前计划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飞机上，左汉跟小狗聊起了自己的鸿鹄之志，成功把2只小狗给说睡着了。为了锻炼手法，左汉照着杂志先给自己剪了一个全新的发型，然后又帮路上的2个小伙伴改头换面。到了机场，左汉用舌头拧开了螺丝，拆开箱子潇洒离去。他来到当地最大的美发沙龙应聘，刚一进门，他杀马特的发型就被所有人嘲笑。但左汉并没有灰心，他搭乘着顺风车继续去求职。他来到了一家儿童发廊，店长问他如果遇到爱哭的孩子该怎么办，左汉直接将一个正在理发的男孩骂哭，然后轻轻一捏肩膀，男孩立刻就安静了，一旁的孩子们全都被吓哭了。辗转了好几家，左汉始终没有找到工作。在一个老乡的帮助下，他被介绍到一家小理发店。为了应聘成功，左汉开始展示自己的绝活，各种无手俯卧撑，还有游泳俯卧撑。终于，店长小美答应让他在店里当一名扫地工。本着干一行爱一行的原则，左汉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，就是不让一根头发掉在地上。凭借自己卖力的工作，他也得到了小美的认可。没过多久，他就获得了一次理发的机会。左汉立刻抓住时机，让客户大妈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做妙手回春。大妈瞬间找到了初恋的感觉，最后的发型也让她惊艳不已。很快，找左汉理发的人就排起了长队，每个大妈都被左汉迷得神魂颠倒。他和小美的感情也逐渐升温。可是好景不长，这天一个司机认出了他，并把消息告诉了幻影。幻影一听左汉还活着，急忙开始了魔鬼般的训练，每天早上用2个新鲜鸡蛋补充营养，中午开始沙袋练习增强臂力，就连奶牛都成了他的陪练对象。下午到沙漠中拉练，在自己的雕像前练习搏击。与此同时，小美的理发店每天晚上都遭到攻击骚扰。很快，幻影就来到了美国，之后便召集小弟准备武器，从热油锅里捞手雷，果汁机里拿机枪，烤肠用的加热管瞬间变成了消音器，随后又拆掉电视后面的迫击炮，音响里面的火箭筒。左汉这边也集结了人手，一辆出租车里下来了几十号人。就在双方展开对峙时，小美突然出现。原来小美竟然是幻影的亲妹妹，这下把左汉搞懵了。左汉问幻影为什么要袭击自己妹妹的理发店，可幻影却说自己是来保护妹妹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的街角发生了爆炸，原来一切都是黑心开发商搞的鬼，他们想强拆这片街区，所以从中设计了双方的矛盾。小美说，
我们大家现在身处海外，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何必带着仇恨活下去呢？这番话一下点醒了众人，双方联合起来对付黑心开发商，凭借左汉和幻影的开挂能力，3下5除2就团灭了敌人。开发商也因恶意破坏公物被警察带走了。影片的最后，左汉和小美一起经营了一家更大的美发沙龙，幻影也放弃了打打杀杀的日子，做起了鞋店老板。这是一部无厘头的搞笑电影，全片各种恶搞笑料百出，虽然剧情夸张，但导演却通过这种幽默夸张的手法，表达出希望中东国家能够用爱与包容来化解矛盾。好了，我是力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